全球最富有的10家企业，苹果公司居然只排在第9位，亚马逊位列第3名，第2名的市值竟然高达60万亿。这家公司你肯定非常熟悉。第10名，壳牌公司，营收3862亿美元。壳牌这个名字在全世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跨国石油与天然气巨头，公司总部就设在伦敦。2023年，它以高达3862亿美元的收入，成功跻身今日榜单的第10位。这事儿你可能还真不清楚，壳牌的历史那得追溯到1907年。当年2家互为死对头的公司，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和英国的壳牌运输贸易有限公司，因为种种原因一拍即合，决定合并。这一合并可不得了，彻底奠定了壳牌在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基础，并为其未来的全球扩展铺平了道路。如今壳牌的业务范围涵盖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各个领域，从勘探、生产、炼油到运输、分销、营销、石化、发电以及贸易，壳牌可谓是应有尽有。混得风生水起的它，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93000名员工，覆盖99个国家，每天生产着约370万桶油当量，经营着约44000个加油站。第9名，苹果公司，营收3943亿美元。提到全球科技巨头，苹果公司肯定是无法绕过的名字。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硅谷库比蒂诺的公司，2023年的收入高达3943亿美元。事实上，从2011年起，苹果就稳坐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宝座。时间来到2018年，苹果公司创造了一项历史记录，它成为了第一家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的美国上市公司。仅仅过了几年，这个惊人的数字就翻了2番，冲上了2万亿美元。2022年更是势如破竹，登上了3万亿美元的巅峰。要说苹果的传奇历程，那可真是凤凰涅槃的最佳实证。1997年，苹果公司一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苹果请回了乔布斯，并且收购了内科斯特公司，这才实现了惊天逆转。在随后的10年里，乔布斯引领苹果再创辉煌，相继推出了 iMac、iPod、iPhone 和 iPad 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产品。此外，除了硬件，苹果在软件和服务方面也表现得相当出色。凭借 iOS 操作系统、应用商店以及各种在线服务，苹果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截至2021年1月，全球活跃的苹果设备数量达到了 16.5 亿台，这一数字在2023年2月甚至突破了20亿。第8名，埃克森美孚，营收4137亿美元。埃克森美孚这个名字曾经象征着能源行业绝对的权威，不过早在2020年8月，它就被踢出了道琼斯工业指数。那一刻，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绿色战胜贪婪的象征。然而，埃克森美孚并没有就此甘心退场，在随后的几年时光里，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知耻而后勇。公司营收在短短2年内就实现了翻倍。不过，它在2023年的表现确实让大伙儿有点没想到。营收突然又掉头向下，跌了 16.7%。但就算这样，它最终还是交出了4137亿美元的成绩单，稳稳坐在了咱们今天榜单的第8把交椅上。作为全球顶级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埃克森美孚的业务遍布世界各地。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旗下拥有21家炼油厂。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在所有的石油公司里，它还是西方世界规模最大的石油企业。每天的炼油能力高达490万桶，大约相当于78万立方米，这个产能排在全球第2位。第7名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营收高达4712亿美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简称中石化，它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成品油供应商，也是石化产品的主要提供者，而且还登上了世界第1大炼油公司的宝座。这家公司在2023年的收入达到了令人啧舌的4712亿美元，业务遍布全球。从寒冷的新疆到热闹的非洲安哥拉，中石化的旗帜可谓无处不在。而在漂亮成绩单的背后，中石化在油气勘探和开采上可谓下了大力气。截至2022年底，中石化已经在全球23个国家投资了44个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已初步形成油气并举、海陆兼顾的油气战略布局。而在中国大陆，像新疆、青海、四川这些资源富饶的地方，还有鄂尔多斯和胜利油田，都是他们重要的勘探开采阵地。此外，中石化还在中国大陆铺设了大量的输油、输气管道，
这些管道从东北延伸到华北，再到华东和华南，将油气资源高效地输送到全国各地，总长度超过7000多公里，保障了中国国内能源供应的稳定。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几乎每个角落都能看到中石化的加油站。截至2020年底，中国石化运营的加油站总数为30713座。第6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营收4830亿美元。虽然前面我们提到了中石化拥有很强的油气勘探能力，但一山总有一山高。搞勘探，中国最专业的还得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简称中石油。虽然长期以来很多人都搞不明白中石化和中石油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中石油主要干的是采油和炼油的活儿，它的油主要从咱们国内自己开采，而中石化除了擅长炼油，还会制造下游的各类产品，它的油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原油。作为中国主要的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公司，中石油在2023年的收入达到了惊人的4830亿美元，身居今天榜单的第6位。作为国家级的石油和天然气主力军，中石油拥有37亿桶已探明储量，大约为5.9亿立方米油当量，其业务范围覆盖了阿塞拜疆，以及加拿大、伊朗、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还有阿曼、秘鲁、苏丹、尼日尔和泰国，土库曼斯坦和委内瑞拉也在其业务版图之内。这其中的许多勘探项目都由其全资子公司长城钻探公司来具体负责执行。来到2023年，国际油价出现了大幅下滑，降幅高达 16%， 但是中国石油依然实现了经营业绩的逆势增长，连续2年创下历史新高。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公司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炼化转型升级方面、市场营销环节以及新能源发展方面的全面布局和持续努力。2023年，中石油新能源开发利用能力达到了1150万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44%， 加工原油14亿桶，同比增长 15.3%， 生产成品油 1.2 亿吨，同比增长 16.5%。第5名，维多集团营收5050亿美元。维多集团这个名字在全球能源市场上仿佛一艘隐形的巨轮，虽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它的影响力却横跨了整个地球。2023年，这家神秘而强大的公司收入达到了惊人的5050亿美元。可由于他们只有1560名员工，换句话说，这家公司每位员工的创收能力竟高达3亿美元，仿佛每个员工都拥有点金术。这史诗级的企业其实是一家荷兰跨国能源和大宗商品贸易公司，它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独立能源贸易商，业务范围覆盖全球超过40个国家，主要办公地点设在日内瓦和休斯敦，以及伦敦和新加坡。这家公司一直以其高度保密的企业文化而著称，正因如此，它在公众面前总是显得格外神秘。实际上，维多集团每年运输的原油总量超过 3.5 亿吨，而且除了原油和石油产品的交易，维多还涉足煤炭、天然气、电力、乙醇、甲醇等多种能源的全球贸易。而在如此巨量的能源贸易背后，离不开的还有物流管理的支持。维多集团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包租了超过5500个海运航次，它还同时控制着250艘超级邮轮，每时每刻大约有200艘他们家的邮轮在海上航行，运送着价值数千万美元的货物。而且为了更好地服务他们的客户，它还在全球建立了众多的石油与天然气的储存设施。比如在非洲，他们就收购了14个国家超过1300座的加油站。除此之外，他们的业务版图遍布全球5大洲，旗下管理着13座大型的石油与天然气储存基地，总储备量大概相当于5400万桶石油那么多。第4名是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资产规模高达5300亿美元。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大家通常简称它为国家电网，这可是一个覆盖了咱们中国整整26个省份的超级供电大网络。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电力输送都得靠它这个庞大的能源网络，服务的人口超过11亿，在2023年的收入高达5300亿美元。在大部分人的眼中，这家公司就是个卖电的。它从发电厂买电，然后卖给用户收取电费，从电费差价中赚取利润。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国家电网公司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全球特大型电网最长的安全记录。它建成了30项特高压输电工程，成为世界上输电能力最强、新能源并网规模最大的电网。而且它在技术创新方面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专利拥有量持续排名中国大陆企业中的第1位。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这家公司每天都在进行着像奥运会、例行会议、阅兵活动、全国两会等大型活动的电力保障工作，甚至在类似于淄博烧烤节这样的地方民俗活动中，也离不开它的支持。无论是在高峰时段还是在平静的夜晚，国家电网都在确保每个角落的灯光能够适时亮起。然而，尽管业务规模巨大，但国家电网最近几年却面临着不小的亏损，这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首先，为了能够改善贫困和偏远地区人民的生活质量，国家电网总是投入巨资大力建设当地的电力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往往成本高昂，但收益微薄。第三名，亚马逊，营收5748亿美元。亚马逊这家由杰夫·贝佐斯于1994年在华盛顿州贝尔维尤创立的科技巨头公司，业务横跨电子商务、云计算、在线广告、数字流媒体和人工智能领域。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和市场，也是全球访问量第12大的网站，人称万货商店。尽管在2021年和2022年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和运营成本上升，亚马逊的业绩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甚至在2022年出现了7年以来的首次净亏损，股价也跟着大幅下跌。但到了2023年，在全球拥有超过152.5万名员工的亚马逊又重新回到了增长的轨道上，凭借5748亿美元的年收入，成功登上了榜单的第3名。2023年初，亚马逊启动了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计划，一口气裁掉了1.8万名员工，再加上自然流失的人员，总的人员规模缩减了超过2.7万人。与此同时，亚马逊还全面改革了自家的物流配送网络，缩短了货物在美国境内的运输距离。这不仅大幅缩减了运营成本，还提升了配送效率，让当天或隔夜就能送到的商品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 65%， 更进一步激发了用户的购物欲望。而且为了把利润蛋糕做得更大，亚马逊又猛攻广告和 AWS 这2块业务。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亚马逊终于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3年，全球第三方卖家通过亚马逊平台总共卖出了超过45亿件商品，这相当于每分钟都有超过8600件商品被卖掉。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在亚马逊的会员日，仅仅48小时之内就有超过 3.75 亿件商品成交，打破了单日销售的记录。第2名，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营收6037亿美元。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简称沙特阿美。这位朋友在能源界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家喻户晓，名气大得不得了。他不仅坐拥全球第2大的已探明原油储量超过了2700亿桶，同时它还是全世界每天产油最多的公司。公司的市值高达 1.82 万亿美元，换算成新台币差不多接近60万亿。他所管理的加瓦尔油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陆上油田，而萨法尼亚油田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油田。与此同时，他们还运营着全世界最大的单一碳氢化合物输送网络及主天然气系统。2023年，在地缘政治博弈降温后，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背景下，国际油价的走势呈现出波动下跌的态势。在此期间，布伦特原油期货的全年平均价格为每桶 82.17 美元，同比下降了 17%。但即便如此，沙特阿美的收入依然高达6037亿美元。净利润达到1213亿美元，算下来每天能赚 3.3 亿美元左右，这相当于大约4个壳牌公司的净利润加在一起，又或者说差不多是6个英国石油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实实在在的让你明白什么才叫真正的行业巨无霸。第1名，沃尔玛，营收高达6113亿美元。大家都知道零售界的庞然大物沃尔玛，它可不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商店，它更像是一个微缩版的国家，里面居住着210万名忠实的居民。就2023年这一年，它就创造了6113亿美元的财富，荣登今日榜单的第1名。其实沃尔玛最初只是一个小镇上的廉价商品零售店，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沃尔玛以其超低价格和一站式购物体验，赢得了全美国乃至全球消费者的心。如今这个零售巨头早已不仅局限于实体店铺，它的触角也伸向了线上，构建起一个包罗万象的购物帝国。到了2023年，沃尔玛不仅在美国本土赚得盆满钵满，全球市场的布局也日益完善，特别是在电商和国际市场方面。2023年第3季度的财报显示，沃尔玛公司的总营收高达1608亿美元，同比增长 5.2%， 营业利润达到62亿美元。
同比暴增130.1%。这一切都离不开沃尔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开设新门店、拓展合作伙伴网络及加强本地化运营的战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